第71章知不知，上矣，不知之，病也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夫为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解释：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最好，不知道自以为知道就是毛病。正因为把这种毛病当作病，所以才没有病。圣人没有毛病，因为他把这种毛病当作病，所以才没有病。第72章民不畏危，则大威至。无暇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。夫为不厌，是以不厌。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，自爱不自贵，故去彼取此。解释：人民不怕威胁时，可怕的祸乱就要到来。不要逼迫的人民不得安生，不要堵塞人民谋生的道路。所以圣人只求能自知而不自我表现，只求自爱而不自居高贵，所以要抛弃后者，保持前者。第73章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此两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。方况然而善谋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解释：勇于有胆量就会死，勇于没胆量就会活。这两种勇于有的得利，有的受害。天讨厌的，谁知道是因为什么？所以圣人也难于解说明白。天的道，不争斗而善于取胜，不说话而善于答应，不召唤而自动到来，慢条斯理的而善于谋划。天网广大无边，网孔虽稀，而从没有遗漏。第74章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为其者，无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常有厮杀者杀，夫待厮杀者杀，是谓待大将方况。夫待大将方况者，悉有不伤其手矣。解释：人民不怕死，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？如果使人民经常怕死，对那些捣乱的人，我把他们抓来杀掉，谁还敢？应由专管杀人的人去杀，要代替专管杀人的去杀，正如同代替木匠去砍头，要代替木匠去砍木头，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。第75章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。民之轻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轻死。夫为无以生为者，是贤于贵生。解释：人民所以饥饿，是由于上面租税太多，所以才饥饿。人民所以难治理，是因为上面有所妄为，所以难治理。人民之所以不重视自己生命，是因为上面过分的保养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人民才不重视自己的生命。不过分看重生命的人，比过分看重自己生命的人高明。第76章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解释：人活着时身体是柔软的，人死后身体是僵硬的。万物草木活着时是柔软脆弱的，它们死后就变得枯槁了。所以僵硬的属于死亡一类，柔软的属于生存一类。所以军队逞强就会被消灭，树木僵硬就会被摧折。僵硬的处于下降状态，柔软的处于上升状态。第77章天之道，其由张弓于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。
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，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孰能有余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处，其不欲见贤。解释：天的道不正像拉弓射箭吗？高了就压低些，低了就抬高些，有多余的就减少些，不足的就补充些。天的道减少有余的，补足不足的。热闹的道却不是这样，而是减少不足的，补充有余的。谁能把有余的拿来补充不足的？只有有道的人。因而圣人干完事情却没有仗势，成功了自己不居功，他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贤能。第78章：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圣人云：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解释：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，然而能攻破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水的，没有别的东西能代替它。弱能胜强，柔能胜刚，天下没有人不懂，却不能实现。因此圣人说，承担全国的屈辱，才算得国家的领导；承担全国的灾殃，才能当天下的王。正话好像是反话。第79章：和大怨，必有余怨。抱怨以德，安可以为善？是以圣人执左契，而不责于人。有德思弃，无德思彻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解释：和解深重的仇怨，必然还会有遗留的仇怨，这怎么算作妥善的办法呢？所以圣人虽然拿着借据的存根，而不强迫人家还债，只拿着借据的是有德的人，只管收债的是无德的人。天道对人无所偏爱，经常帮助有德的人。第80章：小国寡民，时有石帛之器而不用，使民众死而不远徙。虽有周瑜，无所成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解释：国要小，人少，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，使人民看重死亡，也不想远方迁移。虽有船车，没有乘坐的必要；虽有武器装备，没有陈列的必要。使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的状况，吃得香甜，穿得美观，住得安逸，过得欢乐，邻国之间互相看得见，鸡鸣犬吠的声音互相听得住，而人民直到老死都不互相往来。第81章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；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己欲有，既以与人己欲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位而不争。解释：真实的话不见得漂亮，漂亮的话不见得真实。行为善良的人不巧辩，巧辩者不是善良的人。有专门知识的人不是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专门知识。圣人没有积蓄，尽力帮助别人，自己反而更充实；尽力给予别人，自己反而更丰富。天的道有利万物而不加伤害，圣人的道即使做点什么，也不跟人家争夺，